今天我们来到了卡卡里市中心的主要购物中心 The Core Shopping Center， 一般简称为 The Core， 翻译成中文为核心购物中心，横跨3个街区，4层楼内约有160家零售商，还包含6座主要的办公楼。The Core 位于西南8号大道以北，西南7号大道以南，西南2号街以西，西南4号街以东的长方形区域。现在大概是卡卡里时间的中午12点钟，我们现在直接到了 The Core 的3楼，我们先在3楼逛一下吧。The Core 是卡卡里市中心非常著名和繁华的购物中心。这是一家主营服装和百货的连锁品牌店 Samos， 主要出售男女设计师品牌服装、鞋子、配饰及家居装饰品。现在是星期四中午时间，商场里的人还是挺多的。我们看到上面是，我们边走边欣赏一下3楼的风景吧。右侧经过的是一个女性内衣店 The Bra Girl， 字面意思胸罩女孩。右侧这家 Onasa 珠宝是一家精品珠宝店。接下来的这家虎侯珠宝 Foxfire Jewelers 也是一家珠宝首饰店。整个购物中心顶部是透明的玻璃窗，仰望顶部，外面的蓝天白云和高楼大厦清晰可见。这确实很类似于伊登森特，非常大。右侧的这家 iSpa 店是全自动按摩椅专卖店。往上走2个台阶，相当于来到了3层半的楼层。右侧这家是加拿大知名的连锁蝴蝶饼店 Mr. Pressos， 这里有很多吃饭的小店，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这个 Mr. Pressos 蝴蝶饼店。Pressos 其实是一种全麦面包，可以有各种不同口味，咸味比较普遍，当然也有甜味或其他口味的。它不是油炸的，很健康，但要制作蝴蝶形状其实很不简单。这个是素食店。我们看到楼上4楼有 food court， 很多人在吃饭。这是 Art Space and Design 艺术空间和设计画廊，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艺术画廊。这是在加拿大经常看到的瑞典知名时尚连锁店 H&M， 主要出售各种品牌的服装。走到尽头是加拿大最顶级的奢侈品百货公司连锁店 Holt Renfrew 霍特仁福路店。现在我们乘坐扶手电梯去第4层楼。第4层楼有美食广场和一个室内花园 Indoor Garden。走出扶手电梯，我们来到了第4层楼。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天天都要喝的 Tim Hortons 咖啡。
真是让人心情愉悦啊！这里已经是美食广场 Food Court， 看上去这个美食广场 Food Court 真的非常大。我们在美食广场 Food Court 里逛一下吧。这 Mantua Walk， 这个是中餐快餐店 Mantua Walk。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很多以前经常看到的各种连锁快餐店，包括自己经常吃的中式快餐、泰餐、日本餐、麦当劳、肯德基等等。比如 Mantua Walk 是个中式快餐，主要提供各种三合菜。Bourbon Street Grill 也是个主要提供各种合菜的中式快餐连锁店。整个美食广场被中间镂空的东西向长廊一分为二。虽然现在美食广场里用餐的人很多，但还是可以找到空座位的。不知道如果是周末或节假日中午时间，能否找到空座位？我们绕到美食广场长廊的另一侧继续步行。这里有个非常漂亮的喷泉，这里应该是4楼的室内花园吧。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那么就先把这个4楼的室内花园逛完，再回到美食广场 Food Court 吃饭吧。现在我们继续在室内花园内溜达，里面有好多热带植物，感觉自己来到了热带雨林。到处生机勃勃，仿佛每呼吸一次都能吸到来自这许植物发出的氧气。哇！花园内还有很多供游客吃东西和休息的座椅和椅子。也是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好地方。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另一个喷泉处，坐在各个桌子旁边休息座椅上的游客们悠然自得地享用着他们的美食和饮料，不知道他们的这些食物是不是从前面的美食广场买来的。
继续一路向前走。这里有个很大的长方形水池，上面有整整一排照明灯，不知道有什么用处。这里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场。刚一离开儿童游乐场，就看到很多吃饭的人们。这才发现我们已经重新回到了美食广场了。肚子有点饿了，去买点吃的东西吧。我们看看这边有什么。先去看看各个快餐店都卖些啥。这是肯德基 KFC 和墨西哥省的食品快餐店 Taco Bell。好了，吃完中午饭了。我们现在准备去把商场的第二层和第一层逛一下。我们现在坐扶手电梯重新下到3楼。这是商场的第3层。我们之前是逛了商场的第3层中央长廊的北侧，现在我们逛商场第3层中央长廊的南侧。右侧这家店是布克兄弟 （Brooks Brothers）。这是一家成立于1818年的美国高端奢侈时装公司。现在我们坐扶手电梯往下走。不出电梯就到商场第2层了。这一层应该可以直接走到大街上的。前面 Director 没落旁有个自助服务厅 Kiosk， 可以查看整个购物中心各个商店和服务设施的具体位置。这根柱子上有个指示牌，标注了2楼的各个商家店铺。就把第2层楼逛下吧。
这是 Uniq 服装店，这是 Little Bougon 店，是个鞋子专卖店。右侧这个是布克兄弟 Brooks Brothers 品牌店，店里销售的免烫衬衫正在做50% off 的半折促销。对面的这家主营鞋子和手提包的加拿大品牌 Aldo 店，也在做50% off 的半折促销。这里还有个 Purdey's Chocolates 加拿大连锁店，提供各种口味的冰淇淋。这边有很多人在排队，好像有个活动 event。继续往前走，前面巨大的弧形电子屏幕显示的 Welcome to 在欢迎着我们的到来。我们在第二层看到了很多知名的大品牌店，比如女性服装品牌费美 （Female）、化妆美容护肤品牌丝芙兰 （Sephora）、男装奢侈零售商 Harry Lawson、中档服装品牌店 Gap、Treehouse Toys 树窝玩具店、百货巨头公司西蒙斯 （Simmons）、移动通讯运营商 Fido、Logis 等等。这个是去往49层的史蒂芬大道广场 （Stephen Avenue Place） 和 The Bay 的东出口。史蒂芬大道广场 （Stephen Avenue Place） 有5层，是 WeWork 共享办公空间。我们去史蒂芬大道广场 （Stephen Avenue Place） 参观一下吧。刚进 Stephen Avenue Place， 就被眼前的餐厅、精品店、酒吧和时尚购物中心所吸引。这是一个咖啡店 ，Phil and Sebastian 咖啡店。继续往前走，前面就是位于北边的 Brookfield Place， 我们一般称为 Brookfield 广场。这是一座56层高、147米的办公楼。2017年竣工后，成为卡加里
最高的建筑，超过了之前最高的天空大厦 The Bow 的高度。这么有名的摩天大楼，我还是想顺便去看看。沿空中长廊走道 Sky Walkway 转几个弯就朝北走了。透过巨大的透明玻璃窗，可以看到窗外的城市风景。走道两侧还有各种店铺和摆放着桌椅的休息场所。Scotiabank 下去了，这是另外一段。这是起源于卡嘎里的 Churches 三明治连锁店。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再往前走了，那就往回走吧。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前面的大楼外墙上写有 Hudson's Bay 字样。这个门口的上面写上了2024卡嘎里 Stampede， 2024年卡嘎里牛仔节 Stephen Avenue Place， 说明我们又回到了 Stephen Avenue Place。史蒂芬大道广场内还有Hudson's Bay百货商场，一般称Hudson's Bay为哈德森湾公司，有时简称为 The Bay， 翻译为海湾百货公司。公司主要经营百货零售业。它是加拿大鼻祖级老牌百货公司，拥有上百年历史。这个门口上的指示牌说明，前面就是 TD Square 和 The Call 了。继续往前走，我们就可以回到 TD 广场所在的核心购物中心 The Call 了。走过空中长廊走道，醒目的塞蒙斯店名预示着我们重新回到了核心购物中心 The Call。现在我们坐扶手电梯下到 The Call 商场的第一层楼。已经来到了 The Call 商场的第一层楼，那我们就走走看看吧。前面这个是 Seamus 店，在第一层的门面。Seamus 店总共上下3层，这里有个 Starbucks 星巴克咖啡店。这是全球知名的来自台湾的特殊茶太 Chatham 奶茶店，据说在全球有800多家连锁加盟店。在多伦多喝过几次多伦多 Chatham 奶茶店里的奶茶，感觉味道香浓可口，但我怕血糖太高，不敢喝太多。左前方的 Les Moulins Lafayette 是著名的高品质法式糕点咖啡店拉菲特红磨坊。这里有个 Beauty Boutique 精品美容店，也是一个高端精品美容护肤品店。
前面有个可以直接走到大街上的商场出口。走到大街上，大街对面是 The Call 的又一个路口。仔细看了一下，辨别了一下方向，知道了这条街是西南第三街 Third Street Southwest 或 Three Street Southwest。我们从这个路口进入 TD 所在的核心购物中心 The Call。进入核心购物中心 The Call 后，第一眼就看到了左侧的移动电信店 Chat Mobile， 右侧的 TD 银行。TD 前面是 Seafield Express 便利店。左前方是卡咖喱老牌服装店 Local Brass。继续往前走，就到了西南第四街 Fourth Street Southwest 的出口了。推开旋转玻璃门，来到第四街 Fourth Street Southwest， 一辆 bus 在我们面前驶过。好了，今天的核心购物城 The Call 就逛完了，欢迎观看下个影片《卡卡里之旅5》，穿越卡卡里市中心返回酒店。谢谢您的观看，下个影片再见。